跟大家说，这个景点实在是有超级无敌的景观。哇，好舒服哦！哇，多尔是所罗门王的一个行政中心，曾经时期就存在的海港，有一点像是台湾的妈祖庙的概念。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呢，我复出了，现在是7月底。那前阵子就是身体的关系，所以然后又因为夏天本来就很热，所以我们就没有出门这种长途旅行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以色列国家公园，它是圣经时期的一个景点。那妈妈现在还不知道。然后呢，因为我们是3代同堂的旅游，所以光是决定一个地点就真的是蛮难的。现在 Kenny 他在这个礼品店，就是要询问一下，到底婴儿推车适不适合走这里的路，因为这边过去呢是一个海滩，我们也要就是了解一下，就是能不能就是游泳，因为我们主要来这里的目的呢是来看古迹，来看风景。但是发现，每个人都穿泳装，你问到什么情报？你在喝什么 ？Ice coffee。啊，你不能喝咖啡。要不要？你问到什么情报？情报？什么情报？哦。Messi。可以推那个孩子的婴儿车去那个海边。不止海边那个票在古迹那边 ，OK。好了，我们现在呢从耶路撒冷，就是这里开了2个小时的车，到了距离海法大概只有半小时的一个景点，叫做 Tel Dor。那这个地方呢是以前埃及跟罗马之间的一个海港，是腓尼基人的城市。所以呢，你看埃及在这里，以色列在这里，罗马在大概这里，所以这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天然海港。那它的年代呢，这里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古迹。那最古老的话就是迦南时期，这是一个记录在圣经里面的城市。Dor 就是多尔。美角妈妈快速运转，圣经哪里有多尔？想不起来，因为它的存在感太低了。我等一下念给你听。那当然还有不一样时期的，就是发现啊，像是希腊时期啊、哈斯摩尼时期啊、罗马时期，那都在板子这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它就是出现在圣经的约书亚记12章23节。约书亚他击败了诸王之中，然后呢，这里是23节，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多尔就是多尔。这里呢，就是圣经跟考古有出入。圣经说多尔是所罗门王的一个行政中心，但是考古的发现呢，说这里主要都还是迦南跟腓尼基的城市。这里有厕所，这就是防空洞的意思。如果现在防空警报响了，请往这里去，这样。然后在小贩部这边有一个2楼，可以上去看风景。噔噔噔。往北呢就是加密山，也就是现在海法的位置。还有黎巴嫩和西顿推罗也是在那个方向。然后往东边看呢，也是加密山。然后呢，往西边，这边呢当然就是地中海。然后往南边呢是一个奇布兹，然后那边有一个玻璃的博物馆，然后博物馆里面也有放在这边挖掘到的古迹。那个玻璃的这个工厂呢是1920年由罗斯柴尔建造的但是太不成功了然后这个屋顶呢是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在屋顶上种花。出发喽！我们这种携家带眷不容易的人，就是走黄色路线这样子到那个看风景的地方。然后撑伞的这位观光客就是美角妈妈，我觉得这个
最好看紫外线嘛。对啊。美角妈妈对于开车开2个小时，然后又到一个圣经景点有什么感想？我觉得这就是以色列吸引人的地方，而且还不用钱，这是免费的景点。哇塞，我们没有交钱。就是以色列一个不小心就会走入圣经。对，哇，你的一个不小心闪爆了。风太大了。你有来过这边吗？没有诶。这是一个剧院剧场在哪里？没看到啊，看到板子，没有看到剧场的遗迹啊。这边啊，那就是啊，不是你挥一挥，然后就看得出来好吗？哪里有剧场？看不到啊。还没有挖吧？就看板子吧，就是1800年前这个城市的剧院，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城市人口很多，足够撑起一个剧院。罗马时期还是？对，西元2和3世纪。然后，没有人要听我解说。我妈说 Let's go， 然后我们走了，发现她还在这里拍照，意思是说你们走，然后不要挡到她拍照。这里是圣经的多尔，然后这个需要用想象力才看得到的剧院呢，跟该萨利亚那边的剧院是一样大的。该萨利亚，你记得该萨利亚就在离我们这边不是很远的地方，是西律的海上王宫。很大对，这里就是那么大，虽然你要靠想象力。它曾经也是那么大，那么大。是的。这里风景超美的，你看这个海，地中海有多美。再给大家看一次美丽的风景，这就是美丽的地中海。这个高度看，又看到更多了。前面的城市就是海法，然后我这本书啊，就有按照不同的地区，像是耶路撒冷地区、加利利地区、死海地区，然后有一个区就是地中海沿岸平原。那这一区的景点呢，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有跟大家提过的该萨利亚，就是西律的王宫。它看的海呢，跟这个是一样的。然后这是该萨利亚国家公园的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剧院。虽然说是它也不是全部留下来，但是你们可以从这个高度可以想象，刚才我们那一群废墟的剧院会是长什么样子。刚也有那个东西，这个是在以色列在挖起。挖东西都是很花钱的，那所以这个景点它也不是完全都被挖掘出来。像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山丘，根据 Kenny 就是这个城市的遗迹，可是应该他们不会花这个钱把这个多尔城市挖出来，因为挖出来以后又怎样？谁会在乎？那这也是为什么多尔应该也不会到这一本旅游书里面，因为它对于来以色列朝圣的基督徒或者是一般旅客，它的重要性不够啦。但是如果你们是要找一个可以带小孩玩水的景点，那可能这里还不错，就是没有其他观光客，你会是唯一的观光客。我们看到遗迹了，它在这里放了一艘船示意，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海港。那这就是遗迹，这样。这里呢是它的罗马神庙，它盖了2个，不过它没有盖完。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是给哪个罗马神的神庙，但它是面向大海的，就有点像是台湾的妈祖庙的概念。从这里看又更清楚，好漂亮哦！你看那个海水好清澈。这上面写说它在铁器时期的时候就是海港了，然后从这里啊运送东西到塞浦路斯啊、黎巴嫩啊，就是以前的推罗，还有埃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圣经时期就存在的海港，一个城市。所以如果去掉人现代的这些东西，可能你们可以想象过去的时候在离耶路撒冷2个多小时，当然他们不是开车啦，但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个关系。来
看看这边有什么。他说是通往海滩的路，但这边推车不能走，所以我来走一下。哇，还真的哎！哇，这么多人在那边玩水！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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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哦！哇！我以为我会自己来了，但是舅舅也要走来。哇，也好厉害耶！我看不到了，还可以走。舅舅，你的帽子。跟大家说，这个景点实在是有超级无敌的景观。这是360度给大家看，多美的海！然后呢，以及就是刚才的那个没有盖完的神庙在那边。然后这是仙人掌跟仙人掌果。瓜牛哎，我还以为是棉花。哇！我以为是什么连续的那个果子还是什么？怎么一树都是瓜牛？那边还更多，一圈都是。哇，你看看像不像那个什么果子长在上面？这种会太离谱吧？这边都是整个瓜牛花。啊，瓜牛花，不是牵牛花，真的是瓜牛花，太离谱了吧？哇，我认识这个人。Hello， 你有什么发现？一个沙滩很美。这就是小贩中心还有厕所的那个地方，我们要走了。好，趁着大家在上厕所的这个空档，我来做一个总结，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你可以在古迹里面游泳，你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然后呢又是跟圣经有连结的，所以如果你们来以色列时间比较长，然后想要找一个美丽的地方来做休息玩水的话，Taldor 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很轻松很愉快。那如果不是在夏天来的话，我相信会更舒服。那这里有野餐桌，这里有厕所，然后有礼品店，然后停车场，最重要的是免费。那至于没有车的话，能不能来，我感觉会比较困难，所以还是需要租车族的话比较适合这一个景点。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个景点呢是去 Atlit， 这个景点呢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有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会在下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好，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